今天我们来聊聊激光，希望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了解其中的原理，顺便尝试做一款固体激光器。这是一根红宝石棒，如果我用绿色激光笔去照射它时，它吸收绿光，然后自身发出红光。珠宝行业喜欢称之为荧光效应。如果是一个红色的玻璃珠，用同样的方式照射，显然是没有什么变化。这个红宝石发出的红光也是激光器的基础所在。1960年，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问世，这就是红宝石激光。红宝石一端使用镀银全反射，一端使用镀银半反射。泵浦源就是个环形氙气灯。现在我手上刚好有一根氙气灯管，我可以试着用氙灯照射这根红宝石棒，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但是我如何才能点亮这根弧长10厘米的氙灯呢？很简单的办法，用 GVS 推高压包使电压上升2万伏左右，以此击穿空气。现在灯管是出现了电弧，灯管是亮了，但是并没有完全亮，原因是电压虽高，但是电流很小，不够点亮灯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高压引弧技术，一般是通过耦合变压器把高压耦合到供电电路中，就像氩弧焊机等离子切割机那样。这个我准备在自制弧焊机的时候再讲讲原理。今天换一个简单的方式，一旦高压击穿空气起弧，那么就变成了导体，这就相当于一座桥梁，可以让一些低电压大一点的电流经过。结构如图，电容组是6个800微法的电容并联，一定要装泄压电阻，不然上吸电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个二极管是防止高压电跑到低压电源里面去，这个我用的是微波炉二极管，单支耐压 1.2 万伏，电流 0.3 安左右，需要很多个。准备充能，能否成功点亮在此一举。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好，慢镜头回放一下。现在我已经通过铝箔和胶带把红宝石包在氙灯上。可以明显看到现在打出来的光是红色，但是比较发散。红宝石激光波长在640纳米左右，是可见的红光，一般是用在医疗美容上。当然这只是测试，一般是要搞个谐振腔出光，这样才有效率和意义。那么激光到底是如何形成，又为何需要谐振腔呢？形成激光的原理就是受激辐射。当一个原子的电子吸收了一个外来光子的能量，就会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这个过程叫受激吸收。但是电子在激发态并不稳定，一段时间后又会回落到基态，同时放出一个光子，这个过程叫自发辐射。普通光源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正处于激发态的电子遇到了一个外部光子，那么这个正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又会迅速回落到基态，并且放出一个与之方向频率一模一样的光子，这就是受激辐射。如果我们使用强光灯或是其他泵谱方式，把激光的晶体大部分电子泵到激发态，实现粒子束反转。如果某一个电子最先自发辐射出了一个光子，这个光子也会诱发其他正处于激发态的电子回落到基态，又发出一个光子，而这些光子又继续影响别的电子，这就像一场连锁反应。但是因为自发辐射出的光子方向都是随机，这样导致受激辐射的光都是四面八方，这个就需要光谐振腔，就是一块全反镜和一块半反镜垂直于晶体棒，你光线射向四面八方不要紧，只要你不是与晶体棒同轴的光都会被镜片反射出去，最终留下的都是与晶体棒同方向的光，在里面来回反射，一部分通过半反镜射出。受激辐射产生的光方向都是与引起受激辐射的光子有关，我们当然是希望这光方向尽可能相同，这就是为什么激光方向性会好些。
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机关都需要斜刃枪。这是一根 NDYIG 激光晶体棒，意思是参与的一铝1610，切割打标激光器用的比较多。它的波长是1064纳米，属于红外波段，肉眼不可见。现在我要把它放到这个简易的反射枪内。用铝箔包好，尽己所能让氙气光线在这里面反射，提高泵补效率。这个是红光指示器，用来准知光路，具体操作我就不说明了，一般人也用不上。这个是全反镜，但是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全反，事实上还是会透光的，因为光路调整需要。这个是半反镜，这个是扩束镜，用来减少激光的发散角以及扩大光束，方便对焦。就像激光笔里面的激光也是需要透镜组来使光线更集中。没有场镜，使用普通放大镜来代替。光路搭建完成，有些还装有 Q 开关，用来压缩脉冲，瞬时功率突破100万瓦，很轻松啊！但是不在本期讨论范围内。看起来并不给力啊！我看别人做的装置效果很强劲。Alright, it's time for some test shots. Now at first I aimed it at some plastic, and this actually has two functions. For one, it's fun to blow up plastic with giant lasers, but also I could use this to test the beam profile, and by looking at the shape of the crater it leaves, I can tell if the mirrors are misaligned or not. Now that extremely intense laser pulse doesn't bury as deep into the plastic as you might expect, and that's because as soon as that laser starts to fire, the surface of the plastic begins to boil off and turns into a hot plasma that ends up absorbing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light that comes from the laser. So then all of that energy goes into heating up that... 估计是这个供电不够给力，不过这次仅仅是实验，加上最近在搞其他事情，以后再升级调试一下。好吧，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